那这个山呢，山坳呢也是应该有树的啊，但是那个树跟这个树又不太一样了，因为它远了，要概括。为了表示这个山的雪那么白，咱们远处这个树呢，可以给它画那种松树啊，那种非常概括的、浓重的这种松树。画的时候也是属于不要排队啊，有高有低，有宽有窄，有疏有密，时刻都要注意这些个对比啊。这种重的跟浅的也是一种对比啊。有高低错落这种对比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这个雪山这种感觉。远树概括啊，远树概括。这种树的分布也要注意，既有变化又不能乱。这种树既要有呼应，又不能太平均。这种树实际上是从这儿有这么联系的啊。勾完了以后点啊，这个点儿挺重要的，在这里边也是一个衬托的作用，特别是这个山湾这些点儿。
这种点儿呢也有一个引导性啊，它可以让你去引导你去想象啊。然后用淡墨去整理一下这个刚才这个重墨的地方啊，整理一下。皴擦，这是用淡墨皴擦的。这个房子旁边呢，也有点皴擦。光是这个线就有点淡啊，你这一皴擦，那个血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淡墨它是出层次的，你这光是一种墨色呢，它就比较单调。有了这个淡墨呢，它这里边它就丰富了啊。所以说，咱们在这个重墨的旁边呢，一定要用这个淡墨，那么皴擦一下或者是染一下都是可以的，不能少了它，少了它就缺这个层次了啊。哎，这次呢，咱们就可以用这比较湿的淡墨来染衬托云、衬托雪啊。比如说这种衬托，我呢在这屋子后边这儿染一染。不要全染，不要大面全染，就一点一点用这个墨呢去扫出来啊，把白房顶衬出来。另外，这个房屋的这个窗户和门可以用淡一点的墨给它画上。显出那个白雪那么白。
用破墨法把染的这个墨色呢给它丰富，不要让它一种墨色啊。染哪些地方呢？也是山根的地方。这个白雪就是这么衬出来的，啊，用笔不要过分的面积太大啊。你看画后边的山，就把前面的山给它衬出来了。你看，它都是靠衬托衬出来的。哎，画一点呢，要用稍重一点的墨给它破一破。哎，这也叫做湿积，积这个墨啊，使得这个墨呢丰富了，不单调了。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，因为咱们在画这个画的时候呢，就是在用很好的用墨来表达这种东西啊。那你呢，一定要让这个墨丰富起来。现在是积墨，也是破墨啊，让它有变化。一定要破这个墨啊，用浓淡破淡啊，先上淡一点的，后上浓一点的啊。像这个画呢，事先没想到是这样啊，也是一边画呢一边生发，最后是这样了。这个开始一下大的构图还是有想法的啊，大的构图还是有想法的。所以说，生发在写意画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什么都是四平八稳，都准备好了以后，那种随机应变的那种效果就没有了啊。那他说了，咱们要用到赭石。
用到花青，用到白，把它找出来。首先用赭石给它勾一勾，主要是勾一下那个房屋的这种房屋的这个墙皮，用淡淡的赭石，可以加一点墨，淡淡的赭石加一点墨来画啊。但是别给它画齐啊，别画齐，比如下边就空白啊。哎，就这样有点似有似无。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房顶亮起来啊。然后就是这个岩石啊，这个岩石，咱们用这种赭石加一点墨，给它画一画。岩石是发红，这种颜色和雪呢也是一种对比。